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第6章童年期儿童，它其实就是有的地方叫做小学期，上小学的时候，6、7岁到12、3岁哈，这加一个1，12、3岁，这是他整个上小学的时候的这6年的时间。那他的主要的活动变成了什么？开始学习了，开始写作业了，对不对？言语是高级的书面言语和内部言语的发展。他的认知的整体特点叫做什么？叫做这个具体运算阶段。他的思维可以服从具体的逻辑规则了。它的整体的特点是过渡式发展。那么童年期的个性社会性的发展里边呢，有一个稍微难理解的就是观点采择，它和心理理论是有关联的，我在后面会展开的来讲。那这块考的也会比较多一些。OK， 你会看到第6章童年期，它相比于前面的婴儿和幼儿，知识点就变得少一些。因为为什么？因为和童年期的主要的特点有关系，它是一个过渡式发展，所以这一块很多东西都开始风平浪静了。经过婴幼儿期的这种快速的发展，到这一块是一个承接的风平浪静期，为青少年期的再次的兴风作浪所蓄力呢这一块是暗自蓄力，所以这块它比较平静一些，它的考点就少一些，我们快速的过一些东西。好，他这个时候主要开始学习呢没有特别的理论，所以大家自己看一下，动机、兴趣、态度都是从小的时候幼稚的，到慢慢的会更成熟一点变化，对吧？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低到高。好，自己看这一块有一个学习障碍，学习障碍虽然不怎么考，但是作为发心，我们学发心，你一定要心里有这样的概念，学习障碍它不是说因为孩子笨，也不是说因为孩子主观上他懒不好好学习导致的成绩低，它是那些能听又无显著的智力缺陷，然而在行为与心理上表现出相当的偏差，以至于无法有效学习。他很容易被老师当作笨，或者是因为他这个态度有问题，然后受到了批评，受到了这种歧视。我们说小学的时候，你主要是克服自卑的。如果不幸有这种学习障碍的话就是你自己很努力，你平常看起来又很聪明，但是就是成绩上不去。那这个时候学校里老师也说，回家家长也骂，以至于让小孩子这个自卑心是很强烈的。所以学习障碍我们一定要识别出来，而且在人群中是比较高的。我今天早晨来录课的时候，坐车就看到了一个北师大的发的一个文章，据最新数据统计阅读障碍有将近10%的孩子有阅读障碍，这个比例真的是也是出乎我的预料。我之前记的数据是4%，现在这个文章说的已经到10%了，触目惊心，对不对？你这个100个孩子里面有10个孩子因为学习障碍而无辜的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老师、一个家长没有这种意识的话，你会盲目的批评孩子，是不是？让他从自己身上找问题，那这个孩子其实是很郁闷的。好，它基本的特点是什么？差异、缺陷、集中、排除、可逆和贯穿，我们理解就行了。啥叫差异？他和他本身的 IQ 会有一些偏差。这孩子一测 IQ 还不低呢，成绩挺高的，结果就是学习成绩上不去。缺陷性是啥呀？就是它会表现出来明显的，比如说阅读缺陷或者计算缺陷。那集中性会集中在下面的3个区域里边，一会儿说。排除性，它会排除生理的缺陷不是你听不清楚，不是你那个发音器官有什么问题，也不是你脑子里有什么病变，排除这些东西，也排除你主观上不好好学习。可逆是什么？你可以通过方法去纠正它，也是贯穿的，就是不止小孩子有这种学习障碍，很多终身携带的。你就比如说美国的总统小布什包括川普同志，他们都有很明显的学习障碍。我记得有一个视频，就是让川普他们一家计算一个很简单的数学加法，58加13，哎呀，那一家子可就难死了，是不是？算了半天也没算对有明显的这个计算的缺陷。所以说这是贯穿性，但是不影响人家做总统，不影响人家做董王，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学习障碍不是那么可怕但是对中国就比较可怕，因为中国从老师到家长都特别看重孩子的成绩，有的时候就真的是成绩决定了一切。那学习障碍的表现在感知、思维和语言。
尤其是阅读障碍非常多，这个10%就来自于阅读障碍。就这孩子呢，他一看这个东西，他看不太懂。就比如说有的研究会发现，阅读障碍的孩子会自觉的把一些字对调。我有的时候读人的名字，就经常犯这种错误。比如说这个人的名字吧，哎。比如说这个名字叫广福啊，这个人叫广福，我张嘴就来就是叫福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经常就是因为当老师爱点人的名字，就很多的时候一不留神就读反了。但是我阅读上没有障碍，但是在名字上老是这样加工。这个我当时我对自己我了解了之后，我也不明白为啥。结果有一次我爸爸跟我一块儿出去，他指着一个饭店的牌子，直接张嘴就读反了。我听了之后说：“爸，你也这样？”我爸说，我也经常读反啊，我才知道这个东西其实它就是遗传哈，不怪我，就是遗传。OK 啊，那就是阅读缺陷的孩子，他基本上把好多的字的顺序都看得颠倒，他当然读不懂啊，读不懂。好，那行为和情绪和社会性上的障碍，有的孩子非常聪明，他成绩不差，但是人际上有很大的问题，就感觉像没有心理理论，很招人讨厌，但是又不自知。就比如说学习障碍里边有一个大的后群叫做阿斯伯格综合征，这样的孩子就是在人群中就是显得非常没有同理心，他不是自闭症啊。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个发育迟缓、品行问题，看起来还不道德啊，不爱帮助别人，很自私，或者是体育上有一些就是走路有明显的缺陷，或者跑不快等等。但这种孩子其实他就是因为这种学习障碍引发的，它是一个比较系统性的，就怎么说，从心理啊到生理啊。再到遗传啊，再到各个后天的行为上的环境啊，就说不清道不明，比较复杂，导致了这个原因。那我们当前也有一些方法去矫正，自己看，对吧？因为我们不是临床的，自己简单看。如果你以后走这个方向的话，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方法帮助这些孩子去改善自己的学习障碍。好的啊，那我们接着往下看，你自己有这么一个意识就行了，有这么一个病很神奇。好，那接着我们童年期言语是高级了，在小学期已经到了最高级的水平了，所以到青少年我们就不再学了。那书面言语呢，它是言语发展的高级形式，顺序呢，识字、阅读、写作，还用记吗？你现在学英语不就是这样？你先记单词，做阅读，最后写大小作文，是不是？然后整个小学期你要记2、3年级，哎，你记这个东西，2、3年级。前呢是口头言语占优势，2、3年级起呢，书面言语开始追了，追到4年级，书面言语开始占优势了。我说这个大人，比如说让你写个10分钟的东西，和你自己独白言语，自己巴拉巴拉演讲10分钟，哪个难呀？如果你不当老师的话，你会觉得啊，让你演讲10分钟好可怕呀，没做计划是很麻烦的。但让你写个10分钟的东西，还是可以胜任的。所以说，往后书面言语是占优势的。好，那再往下还有一个非常高级的形式，就是内部言语。就是当你拥有内部言语的话，它会支撑你的内部，就是思维非常的抽象，你不用再表现出来了。就是我心里想啥，我的嘴巴上都吐露出来，我在内心这个想就行了。我眼珠子一转，记上心来啊，别人都不知道我心里想啥。内部言语，我们在那个。普心言语那一章会专门学内部言语和外部言语有相似的地方，有不一样的地方。内部言语它必须是外部言语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的，它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一种抽象的调控，对吧？你自己内心有很多的歪的东西，别人是看不到的。那内部言语不发达，在这个时期，因为它是具体形象性嘛，对不对？所以它不是特别发达。我们怎么样不断内化的呢？这个维果斯基不就在说嘛，我们的心理机能是不断内化的结果。先出生思维，比如说做算术，这个小朋友他怎么算的？他叭，你从他的外部言语里边都能够知道哈，一步一步说的特别详细。如果不说的话，他就算不出来。过渡阶段呢，就是有的说，有的不说，断续了，无声言语了，彻底不说了啊，就是让他算个数啊，眼珠子一转就直接说出来了，对吧？接着往下看，到了小学儿童思维发展的一般特点，这又是小学了。我们说幼儿的时候，我专门提醒过大家，有的3、4、7的学校很喜欢这样出一个简答题。所以说小学儿童思维，你把4个关键词一记，后面着重的自己理解。
它是在过渡，它有质变，它有待于完善，并且它的发展还不平衡。怎么过渡法的？它从具体形象思维到抽象逻辑思维过渡。具体形象思维主要是哪个阶段的？前运算阶段。表象思维它就是非常具体、非常形象，具体形象思维。抽象逻辑思维形式运算阶段，对不对？那么它有的时候有人也把这个小学儿童童年期的思维叫做具体逻辑思维，这儿取一个具体，这儿取一个逻辑，叫做具体逻辑思维，对吧？所以你就能够看到一个过渡，它是从具体形象思维过渡到抽象逻辑思维啊，但是在这个小学期还具有很大的具体形象尤其是前3年级，你学个加减乘除必须用模具啊！我记得当时我们老师，我记得非常清楚，小学老师是在黑板上贴梨子啊，贴1颗梨子、2颗梨子，问你1加1等于几啊？就这样贴，必须有实物去支撑你。好，那质变呢？质变在哪里？你就记小学4年级。小4，在后面还会看到小4，小学4年级，它有很多东西在进行一个转变，就是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的一个关键期，即小4，有待于完善，就是它的所有的思维形式都有了，它甚至辩证最高级的形式，辩证思维啊，辩证思维就是不是非黑即白的，你要辩证的看待问题，这么高级的形式都有了，都萌芽了，对不对？但是呢，它非常的弱，它只是小苗头而已，哎，所以说有待于完善，很完整了，有待于完善。前面说前运算阶段是抽象逻辑思维的萌芽，那在这个小学儿童期，具体运算阶段是辩证思维的萌芽。好，那不平衡说明的是什么？就比如说在很简单的问题上，它可以进行抽象逻辑思维，但是在难的问题上，它又倒回到前面很简单的具体形象思维上去了。就比如说我前面给大家举的例子，雄赳赳枪给小学3年级讲这个鸡兔同笼的这个题目，我设不了 x，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很抽象。对不对？问题情景比较难，你还得给它画出来角，对吧？画出来2个角、4个角，所以这个时候它又倒回前面的具体形象思维上去了。好，再重复一下4个关键词：在过渡的质变期是小学4年级，所有的思维都有了，就有待于完善了，发展是不平衡的。好，来了，元认知来了，是不是？我们在这个幼儿期就学了元记忆那块儿，已经稍微点了一下元认知，因为元记忆就是元认知的一部分。这一块我们更系统的去学一下元认知，对自己认知过程及结果的意识和控制，你就简单的记对认知的认知啊，对认知的认知。就比如说你正在学习呢，突然对自己有一个元认知，我是谁？哎，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是不是？这叫懵逼3连。当你回答不上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明你的元认知比较差，你已经弥散了哈，整个弥散了，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但你整个过程非常清晰，我在干嘛？我怎么干的？那这个块我学的怎么样？学的不好，我怎么样调节？怎么用什么策略？这就是你元认知功能非常强大。那元认知，我们前面就学了元认知知识，对不对？除了元认知知识，还有体验，还有监控。所以这3个你要记全了。元认知知识前面说了，知人知事知法，对自己的自知之明，对认知任务的了解。那做这个任务的时候有没有好的方法知法？知人知事知法，对吧？我提前做一个评估，我好采取最优的策略进行当前的认知任务。那认知体验是啥？就比如说你听课听得很爽，你都听懂了，你没走神，你就会觉得哇，通透啊，清爽呀，是不是？体验很好。如果说你这一块你老走神，你听不懂啊，你这个断断续续的很难受啊，就跟便秘了一样憋着，你很不爽，对不对？这就是体验。好，那元认知监控就是这个时候你走神了，对吧？好，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啥？你赶紧给自己一个监控，一个调节，让自己的精力再回到课堂上。那我们大人，我们都成人了，元认知发展的比较成熟，你是非常自觉的，自动化了，不用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提醒自己我要认真学习，我自动化的进行一个调节，对吧？我随时随地的对自己的注意状态进行一个监控。
那小学儿童期呢，在这一块还是比较幼稚的。我前面给过大家一个图，对吧？你自己预测自己能记多少和实际的年龄越小，鸿沟越大，对吧？你越这个盲目，越自己越自己狂妄自大。好，那就比如说还有一个比如说让小学的孩子，你问他，哎，你学完这个东西，你感觉你能记住吗？对他来说，他很难去评估的，他没有办法自己主观说我感觉我记住了，或者我感觉我没记住。他会怎么做？他为了保守起见、谨慎起见，我为了回答我记没记住这个问题，我尝试进行回忆。我回忆不出来，我告诉你我没记住；我回忆出来了，我告诉你我记住了。他没有办法进行一个什么评估评判。好，那再接着往下看。原记忆又来了，对不对？原记忆，我们说这个幼儿的时候，原记忆还非常脆弱。那这个时候进一步的发展到原记忆的知识还是很低的水平，往往会高估自己的记忆能力。前面讲了，原记忆监控这个时候呢，波浪式发展。12岁和15岁有2个高峰，这到上初中了，是吧？初中然后初中这是比如说初一和高一的时候2个波浪式发展。好，那原理解、原学习，包括有些书上讲原注意、原模仿，这些东西都是原认知的组成成分。我给大家添一句话，就是不管你学多少原原什么都可以，它的发展规律都是这样，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从无意识、从外控到内控，自觉的控制，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再到自动化。现在你就是自动化了，然后从局部到整体，整个的是从低到高发展，你越来越成熟。好，到自我意识的发展自我意识的成熟呢，就标志着你的个性基本形成了。在这个小学的时候处在什么阶段？叫做客观化时期，就是你能非常客观的评价自己了，就好像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上来评价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这个人怎么样，对不对？那这个角色意识的建立，标志着获得社会性自我。我们在社会上要扮演不同的角色你扮演孩子，扮演学生，扮演小伙伴，对不对？那这个自我意识的发展呢，有2个高峰期，你就看，除了4年级，这个头这个尾儿，它都是高峰。除了4年级，我前面让你记住小4是吧？其实后面有很多东西跟4年级是有关系的它其实正好是你小学的一个比较中间的时期。好，我们来看一下自我意识的发展。自我意识，咱们这个书上讲了3个：自我概念、自我评价和自我体验。如果我们做知识点的连结的话，社心也学自我意识。我们还有一个记忆的口诀，叫做验实控。自我意识，他说分成3个组成成分：验、自我体验就这里；实呢是自我认识，其实就包括了自我概念和自我评价，叫做自我认识。它还有一个什么？控是自我控制。我们刚才在原认知里边说了这个自我监控，就是跟控制有关系的，所以就没有在这里再说。这不是说我这一块我就不说，就是没有自我控制，你依然可以和社心的知识点绑定在一起，它就是验实控，只不过这块没有再专门讲自我控制。它把自我认识分了自我概念和自我评价，理解了吧？自我概念，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还有很大的具体性和绝对性。那自我评价，我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那这个评价也越来越成熟了，大家自己看一下就行了，没有什么特别的点。那自我体验，我是个好孩子，我当然骄傲啦，对吧？我说我是个坏孩子，我当然自卑啦。所以主要体现在自尊心的发展上，就是一种情绪的体验。这跟埃里克森又联系起来了。小学主要克服自卑，是不是 ？OK， 所以说这是自我意识这块没有特别新的点。那我们来看一下社会认知发展趋势，自己看。那么多句话，其实就是说了一个什么东西就社会认知，你跟对他人的关系，以及就是对别人的一些社会性事件的评价，这种认知、这种了解，整个的发展趋势都是什么？从低到高发展的，是不是？比如说，万一出一个多选题，你这个里边就找，那当然所有的发展就是你年龄越大越成熟，对吧？年龄越大，它发展的越好，你就往这方面靠就行了。观点采择来了，很多同学和心理理论分不清，那观点采择感觉好像我们先从概念入手。
采用他人的观点来理解他人的思想与情感的一种认知技能。这个怎么理解？先想想，回忆一下心理理论的概念是什么？心理理论是你对他人、对自己和他人心理状态的一种了解，对不对？你应该先知道别人怎么想，才能够拿着你知道的东西去理解别人为什么这样想。所以观点采择是什么？它其实就是心理理论进一步的发展。它如果说在我们的学术研究里边呢，有的时候我们会直接把观点采择分作心理理论下面的一个分支啊，懂了吧？就是我拿着心理理论，我只有了心理理论，我知道别人怎么想了，我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想，是不是？这是观点采择。就是观点采择能力强的孩子，别人还没有张嘴，你就会跟别人说，你不用说，我知道你怎么想，我理解你怎么想。哇，这句话一说出来，对方就热泪盈眶了啊，知己呀，知己，激动，是不是？所以说你得先知道别人怎么想，这是心理理论，再去拿着你知道别人怎么想的去理解别人，观点采择，懂了吧？啊，因为你在小学的时候已经克服了自我中心性，所以说观点采择已经还发展的不错了。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年龄阶段学观点采择，是因为它发展出来了。好，我们来看获利爬树。大家自己看，这个情景有点两难，对吧？你的好朋友小猫困在树上了，你救还是不救？爬树呢，违背和父亲的诺言了；不爬呢，小猫，对吧？又很危急，而且这是肖恩自己好朋友肖恩的这个爱宠，所以说这个时候到底怎么办？哎，那它本身就有多方观点的一种冲突。这个肖恩怎么想的？这个霍利的爸爸怎么想？霍利自己怎么想？那就考察小朋友的观点采择能力。根据小朋友的回答呢，塞尔曼把它分成5个阶段。塞尔曼特别喜欢分5阶段啊，而且从0开始，他并不是从阶段1开始，他到阶段4，他其实是5个阶段。阶段0就等同于前，这个0就等同于前的意思，就是还没有观点采择。3到6岁，自我中心或无差别的观点。就是我还没有办法进行观点采择，所以他认识不到别人的观点和自己是有不同的。如果他自己喜欢小猫咪，他就理所应当的认为霍利当然会爬树啦，对不对？小猫咪那么可爱，谁会不喜欢小猫咪呢？自己怎么想的，就自己怎么去推断。那如果他不喜欢猫咪，他害怕猫咪，谁会去救猫咪呀？猫咪那么讨厌，是不是？自己的观点衡量一切，无差别。阶段1 6到8开始有观点采择了，这叫做社会信息角色采择，就是跟别人交流了一下信息，诶，发现别人竟然有不喜欢猫咪的，哎，开始意识到他人和自己有不同的观点了，但不能理解为啥？为什么小猫咪那么可爱，为什么不喜欢小猫咪？你这小猫咪能有什么坏心眼呢？是不是？完全不理解。所以这个时候经常有小孩子会说，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啊！这个人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不了解。很多大人也这样说。阶段2 8到10岁，你看他都是6到8加2岁，8到10加2岁，10到12加2岁，只是开头和结尾再加个3岁。你自己找这种规律，这种年龄阶段就不会困扰你了，是不是？好，自我反省，我回家反省去了。哎，既然别人观点不一样，他到底为什么？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呢？能够考虑到他人的观点，也大概了解别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观点，但是还不能同时考虑自己和他人的观点。就当多方的观点比较矛盾的时候，如果你一块儿进行兼容的话，兼容不了就宕机了，是不是？我如果单独站在你的角度上，我大概能够理解你怎么想的。但是如果说让我多方面共同考察的话，我做不到啊，做不到，脑子就混乱掉了。是吧？这个时候能够理解别人了，但是还是不能兼顾考虑。那10到12岁就更加的多元了，叫做相互性角色采择，就是我可以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跟另外一个小孩说这件事情是这个起因啊，这个起因，然后霍利大概会怎么想，他的爸爸会怎么想，这个他的好朋友肖恩会怎么想，他们为什么这么想？哎呀，说的头头是道。
同时可以兼顾多方不同的观点，这叫做相互性角色采择。那么到了12到15岁，开始更厉害了，社会和习俗系统角色替换。啥叫社会习俗啊？就是我们有一些公认的风俗习惯，大家都认为这样可能会更加合理一些。就是即便是多方的观点都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总有一个比较符合常理的，对吧？比较符合社会标准的东西啊，去衡量评判整个事件。就比如说，就比如说那个，这小猫马上就要摔死了，是不是？那这个时候是江湖救急啊，这个生命还是非常宝贵的。他先爬上去救他啊，救完了下来，再跟爸爸承认这个错误。如果爸爸惩罚自己，自己也觉得也值了，对吧？这就是一个社会和习俗系统角色替换。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习俗叫做，如果借钱的话叫做救急不救穷。你如果说家里生病了，有重症病人，拿着这个钱治病救人，那有可能我会借给你。那你说我就拿这个钱为了享受，我想买一个 iPhone 12，我买不起，我借你钱，不好意思，我不救穷啊，不救穷。这就是习俗上公认的有些东西啊，就是你这个时候不要用一些道德绑架。就是比如说肖恩他那个霍利，他有自己的考虑，他不救猫，一是他害怕猫，对吧？二是他刚摔了下来，他自己恐高，所以不救猫。那这个时候你不要用单一的观点去绑架他，说这个时候只有你会爬树，你还不救他，对吧？那这样的话就叫做道德绑架了。好，这是塞尔曼的，我们再总结一下，很好记。第一个阶段不能认识不同，第二个阶段能够认识不同，但是不能理解不同。第三个阶段能够理解不同，但不能同时考虑不同。第四个阶段可以同时考虑不同。第五个阶段还可以用社会标准去衡量不同啊。那这个里边总有一个最优的方法，很好记吧，对吧？每个阶段它的特点都非常的明显。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观点采择的它的发展，其他的一些研究，这个比较简单，我们简单看一下就行了啊，不是作为考试的重点。弗拉维尔又来了，4个阶段很好理解，存在，这个时候意识到别人存在和自己有不同的观点，那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去思考一下为什么，那我就推理出来他为什么会这样想，我把我的推理应用到我去理解别人、同理别人、共情别人的这个人际交往上，对吧？存在、需要、推断、应用。好，那达蒙呢？他研究社会关系，对吧？社会关系，什么社会关系？对权威的认知，它有分成3个水平。简单看，这是一个不是特别重要的理论。水平0呢，就是他不能区分自己和权威的这个区别，他认为权威的要求就是自己的愿望。那水平1呢，就是重视服从权威的道德定向，能够区分不同了，但是他非常的盲从权威。那再到9岁以上更加的这个多元了，就是他知道权威的要求，你可以自愿去遵守，也可以不遵守，对吧？也可以被迫遵守，内心知道自己真正的想法是什么了。好，那相互社会化，它是一种思想，就是你不要老觉得父母和老师是带着孩子成长的。就是你是教孩子成长的，那反过来孩子也是你的老师。当你为人父母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对整个人生的理解会更加的充满洞见，更加的深奥，对吧？孩子也是你的老师，他会让你，就比如说我们人为什么有的人是白眼狼，是因为童年期遗忘症，0到3岁的记忆你是记不得的，但反而是这3年父母对你要倾注的心血和精力是最多的，真的是一刻都不能离手离眼。那这种时候我们恰恰忘了这个状态了。当你重新在孩子身上朝花夕拾，你会发现一个孩子健康的正常的长大，一个父母要倾注多少的心血，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更加理解父母心，更加理解自己的父母。所以说孩子也是父母去进一步成长的老师没有孩子的话，你可能永远活得像个孩子，这就是相互社会化。好，亲子关系简单看，对吧？亲子关系又面临的新的局面，他的交往时间逐渐减少了，因为小学生一天都在上学呀，处理的问题发生变化了，关注孩子的问题更多更复杂尤其是学习要不跟别人 PK， 不能 PK 下去，这个时候父母有很多的教育焦虑。那冲突为什么减少
冲突减少是因为你这个时候整个在一个瓶颈期、潜伏期，孩子还没有开始作妖，他正在为青春期的作妖蓄力。然后父母控制的模式发生变化，三个阶段很好去理解。父母控制是小学前，那孩子听就行了，因为他毕竟他的各种能力有限。到了小学是共同控制，他有他自己的世界，同伴交往占很大的一个部分。那到了12岁以后，青春期开始为独立做准备，这个时候你要逐渐的过渡到用孩子来自控。如果这个时候父母还是像把小孩子当成小的时候一样，事事要管着他，要事事亲力亲为的管着他，那么孩子的叛逆心理是特别强的。我的咨询室来过很多的这种孩子，对吧？有孩子控诉他爸，说他爸说受不了他那么密集的对他的观察高1的孩子说每天晚上他爸爸都要起来晚上给他盖2次被子。然后我说，那你不会自己盖好吗？省得你爸老起来。他说我嫌热，他说他嫌热，但是爸爸就是一定认为一定要盖好被子。这个东西你难道就不能尊重一下孩子的天性？他都是高1的大小伙子了，是不是？难道你不给他盖被子还能动词？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父母他没有跟着孩子一起成长。还有一个关于门的事情，你做咨询会发现青少年期对门它是一种仪式。他想把这个门关上，他有自己的隐私和世界，而很多父母，特别愚蠢的父母，就一定要把门打开因为这个门会产生很多的矛盾，就一定得把门打开。我曾经有个也是高1的女孩子的来访者，她说这个门要被她妈妈都砸烂了，就是因为她要关门，妈妈不让她关门，把锁都给砸烂了，就是不让她关门，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他们来心理咨询。他们心里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就是主要跟父母的矛盾。好，那交往技能这一块，小学的时候，他的友谊相比幼儿的那种比较塑料、比较玻璃的友谊要坚定一些了，要更坚定一些，而且出现了团体。我们小的时候有很多的小团体，而且这个团体是比较的比较的依从性很强的这个团体里边就生怕被排挤出来了，就是小学的一个主要的特点简单看一下就可以了。OK 那我们来看塞尔曼，他又花了5个阶段，他特别喜欢这个5对友谊的发展。他这个理论我觉得结合一些例子还蛮有意思的，非常能够说明孩子友谊的变化，而且他的年龄阶段的划分你会发现不是截然不同的，它是有很多重叠的，所以非常科学。这个理论虽然不是说特别的重要，但是你结合经验，一结合起来就很好的去理解它。3到7岁就是幼儿的时候，短暂的游戏伙伴，逢场作戏，对吧？玩游戏的时候好朋友，不玩就算了。那单向帮助4到9岁这个大概主要是刚上小学。单向帮助，我们可以结合后面的科尔伯格的那个前习俗水平的相对功利阶段，谁帮助我，谁是我的好朋友，谁给我玩他的玩具，谁是我的好朋友。那双向帮助6到12岁，主要是小学这个阶段，开始理解。我为人人才能人人为我，为了让别人帮我，我得去帮别人。朋友要互帮互助。亲密共享9到15小学加上初中的时候，亲密共享的时候这个友谊非常好玩，它就像爱情一样，具有排他性和独占性。你要是我的好朋友，就必须对我毫无保留，对吧？我跟你说我内心的秘密，你也得把你的秘密告诉我，而且你只能和我玩，不能和别人玩。我会吃醋，你要跟别人玩。我们经常很中二的时候，会觉得我的朋友背叛了我，对不对？天下都背叛了我，动不动就绝交。大家有没有干过这种事情？动不动觉得这个朋友怎么这么可恶，背叛了我，再也不想跟他玩了，连一句话都不想跟他说，绝交。这就是你如果要求一个朋友高度亲密的话，高度和你绑定，那么你的友谊其实是很塑料的，很容易破碎掉的。那真正的成熟的友谊是什么？自主独立阶段，12岁开始，有的时候就进入的这种阶段，有的时候会晚一些，对吧？到高中，甚至是你到大学。这个时候就非常成熟了，友谊它就不再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了，就是我们相互尊重对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你可以有你的秘密，你可以有你另外的一群的好朋友，对不对？这才叫做真正的友谊，这种友谊才能经历岁月的变迁、时间的考验
啊。那逍遥老师其实还蛮幸运的，我有好几个朋友圈子，有从初中开始的，有从高中开始的，有从大学开始的，现在依然关系不错啊。有我们可能长时间不联系，但是一联系呢，还是曾经的那个你我他。好，那师生关系呢这块啊，你会看到从绝对服从到辩证批判。其实做小学的低年级的老师挺有成就感的，就是你说什么孩子会当圣旨。那尤其到了初中，你会觉得啊特别头疼，你说什么话哪怕是正确的，孩子要跟你逆反着来，我凭什么听你的，是不是？完全颠倒了。这个时候有一个罗森塔尔效应，你们在教心可能会学，而且实验我也会给大家讲，所以说这块不怎么讲。就是小学的时候，教师的期望会对你影响很大。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想想，就是对你的影响很深刻的老师啊有哪些？他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可能有很多学生就是从一个老师对自己的肯定和认可突然成长起来的，成为一个学习好的学生，或者是很不幸的反过来，有一个老师对你盲目的打压啊，你从那个时候开始一蹶不振的，就是会给你心灵留下创伤的。就是老师其实对，尤其是小的时候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好，我们品德的发展这一块呢，虽然画了3个部分，但是没有特别大的理论。这个时候呢，我标黄的东西需要大家去理解。道德的发展整体是协调的，对吧？它会出现一个自觉，它慢慢的从他律，慢慢的到自律，正好是小学阶段进行一个过渡的，越来越自觉。那这个里边有一些不好去理解的，为什么这个孩子越长大，他的言行从协调到分化？哎，感觉协调才是一个好的水平啊！你要想想，小孩子他从来不会，这个言行不一。你让他去做好事，去帮助别人，他说不，我才不去呢，是不是？我才不分享我的好东西呢。人家好意思说得出口，但你越长大，你越会美化自己，你就变得虚伪了啊！嘴上，对吧？嘴上那个说的很虚伪，但是身体很诚实啊。嘴上说着，哎呀，这个什么大姨不要红包了，我已经长大了，不要，那个手伸的比谁都快，接过来了，是不是？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这就是不协调了，是吧？分化了啊，分化了。好，因为你的内心变得更复杂了，同样也是道德的动机有动机斗争了。哎，以前很单纯的，我不想帮你就是不想帮你，我不想捐钱就是不想捐钱，对吧？我有什么好隐瞒的呢？但现在你有动机斗争了，哎，你又想得意，得到那个做出好事的得意，又不忍心去捐出自己的东西玩具这个时候你就内心经过强烈的斗争强烈的斗争，看你认为哪一方的收益更大。好，这就是他们的有一些内心的更复杂的东西出现了。那从这个自律，从他律到自律转折有个关键期，就是3年级前后9岁左右，你记小4也行记9到10岁差不多就是小学4年级、3年级前后都可以，因为前面我们说统一用小4，那包括这里也是。那道德的发展呢，我们从行为判断道德的好坏，从结果到动机有一个转折，在哪里在9岁左右。同样的，在这里，对不对？我们从由效果到动机的判断的过渡，这一块都是一个过渡。你可以联系皮亚杰，皮亚杰我们是5到10岁是他律，10岁以后是自律，对不对？你这块9岁左右记10岁一样可以，对吧？一样可以，正好知识点都联系起来了。OK， 这是我们的童年期儿童的它的整体的特点。这一块的大的知识点没有特别多，主要是关注一个角色采择角色采择。那这一块呢，我这几章没有专门布置作业，大家可以自觉一点。比如说幼儿的言语这个婴儿、幼儿和到小学的言语，你可以把它们画到一个框架里边，把所有的知识点画到一个框架里边，交作业艾特我，是不是？然后除此之外，你比如说那个认知的发展，你可以放在1张纸的框架里边，交作业艾特我。你觉得哪一块我跟你说的比较重要的东西，你把它做成自己的框架结构。